我是瓜皮儿，明日传奇前情提要。萨维奇在未来统治了世界，杀害了瑞普的妻儿。为了复仇，他用谎言召集了一批精英伙伴，踏上了复仇之路。最终只为能包住火，他的目的败露，但伙伴们没有抛弃他离去，仍有留下来的理由，于是成为了真正的同伴，踏上了成为传奇的道路。1975年的挪威，萨维奇袭击了押运军火的部队，因为这趟车里有着他想要的东西——核弹头。传奇小队驾驶飞船来到这里，然而没有人知道他在挪威的目的地是为了什么。唯一知道的是，附近驻扎着许多恐怖分子和激进组织人员。众人准备出发，瑞普打算好好规划一下再接近，因为不能随意出现，并且不能扰乱时间线。斯内特告诉他，做坏人我们才是行家，你等着看好戏吧。随后一伙人来到交易处门口，门卫检查他们偷来的证件时起了疑心，却遭到了老头子的恐吓。毕竟是文化人，历史而懂一些的这大哥被吓得老实了。大伙顺利潜入 A 计划，发现萨维奇之后按兵不动，等离开这里再搞他。众人表示收到。拍卖会开始，萨维奇登场，同时他也注意到了这伙看起来不太对头的人。达克也前来质问。老头子不小心嘴瓢了一下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萨维奇颁布了最新消息，杀掉他们的人可以获得兰博基尼的5元代金券。于是他们只能实行 B 计划，提前抓住他。就算活了4000年的萨维奇也没见过这阵仗，还是有一点震撼的。他知道自己今天不跑的话，怕是要栽在这对夫妻手里，于是激活了核弹头，溜之大吉。雷钻进去想让核弹头停止下来，万万没想到他反而加快了爆炸时间。打斗过程中又丢失了战甲上的一个零件，真是越帮越忙啊！火风暴把核弹头带到了附近的岛上，老爷子告诉他这么做。吸收了核弹爆炸后的能量，他感觉自己更牛逼了。回到飞船，大伙互相埋怨。无奈的瑞普又开始埋怨他们，所有人一次性露面，不仅没有抓住他，还把底牌全亮了出来。不仅如此，这个科学家还把自己的零件落在了交易场。更惨的是，还被萨维奇的人找到。时间线表明，他利用这个零件发明了历史上威力最大的武器。于是大伙的首要任务变成了寻找原子战衣的零件。由于技术受限，他们不能做出追踪零件的设备，但年轻时的斯泰因却刚好发明了出来。这两个侠在感慨自己的儿子都那么大了的同时，发现了他生前携带的一张报纸，上面有一张能杀死萨维奇匕首的照片。冷冻队长亲自请缨前去提货，纵火犯米克和雷一同前行。其余人来到了斯泰因年轻时的大学，寻找粒子追踪器。斯泰因眼睁睁地看着斯泰因被萨拉调戏，俩人很快就搭上了话。老爷子呆呆地站在原地思考人生。聊天的时候，斯泰因发现零食吃完，于是离开去找零食。斯泰因趁机开始翻箱倒柜，他警告萨拉不要再和斯泰因调情，因为今天晚上他会去参加晚会，并且遇到了自己钟爱一生的妻子。刚翻到粒子追踪器，斯泰因回来了。斯泰因感觉斯泰因不对劲儿，一个劲儿地逼问斯泰因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萨拉实在看不下去，一个闷棍把斯泰因敲晕了过去。为了不让斯泰因错过今晚遇到妻子的乐器聚会，斯泰因特地给斯泰因定了个闹钟。顺利到达研究基地之后，萨拉从高处跳下，咔咔咔解决了安保人员。离开这里返回飞船，老爷子发现戒指消失。随后斯泰因出现在斯泰因身后，斯泰因气得不行，把斯泰因骂了一顿。冷静下来之后，粒子追踪器归还本尊，他也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地方。行窃三人组来到了收藏家的院内，顺利的就进去了。发现匕首所在处之后，兄弟俩手痒痒了。斯纳特解释道，没有人闯进糖果店，却只偷一颗口香糖。二人发生了争执，触发了机器警报，被牢笼困住。米克闻声前来，指了一下雷，然后走了。难兄难弟刚好趁此机会深入了解对方，警报解除，米克带了一位老朋友过来，好巧不巧，大家又见面了。他友好的让斯内特给伙伴通电话，顺便告诉他们大家抽空聚一聚。瑞普觉得这次应该有点胜算了，便接受了这个鸿门宴的邀请。萨维奇耐心被磨没，想要开枪消消气儿，火风暴出现，用好火球之术招待了他。众人会合，他们拿出了匕首，交给鹰侠鹰女二人，剩下的人全部留下对付小兵。剧情需要。他们来到了萨维奇面前，掏出哈曼匕首，然后两人滚到了一起。胡夫很顺利地把匕首插进了他的身体，但萨维奇并没有因此而亡，而是反手把匕首插进了他的腹部，并且交给他操作指南。只有查亚拉亲手把匕首插进他的身体，咒语才能解除。胡夫体内的能量再次转移到了他的体内。查亚拉含泪送人头，但萨维奇不忍心杀他，给了他肚子一刀，正准备补刀，被赶到的雷一炮干飞。带回飞船之后，吉迪恩给他处理伤口，好在人无大碍，但胡夫却已离世。他现在伤势还未稳定，飞船进行时空穿梭会加剧他伤口的恶化，所以大伙留在了这个时间线上。
本来年轻时的斯泰因已经没有心情参加乐器聚会，但瑞普找到了他，并劝说他去参加。老爷子的结婚戒指又出现在了手中。回到飞船后，斯纳特带头自我反省，他知道他们每次都会把事情搞砸，而瑞普却唱起反调，说大家表现得不错。所有人没有再打退堂鼓，而是把力量凝聚成了一股绳，共同对抗萨维奇。查亚拉的情况开始恶化，他身体里的匕首碎片沿着血管流向心脏，生命变得岌岌可危。基丁给他打了一剂退烧针之后，又不叫唤了。老爷子和雷留下来照顾他，其余人来到驾驶室开会。没有人认为这个团队可以打败萨维奇。瑞普告诉他们，他曾经历过钢铁之躯死去，黑暗骑士倒下，尽管如此，他一样完成了任务。大哥眼神都虚了，赶紧转移话题。当时飞船遭受攻击，逃生舱受损，杰弗逊是位汽车修理工，所以飞船由他来维修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瑞普一个人躲在闺房内思考人生。Sarah 提议，我们不一定非要他的命，只要拿走了他的财富，他不就成了一只王八了吗？钱？什么钱？兄弟二人过来报名，想和他们一起去抢银行。瑞普说，其实我们只是去侦查，你们好好在家里待着哈。斯纳特表面上百依百顺，其实从瑞普的身上偷走了逃生舱的钥匙。为了取出查亚拉身体里的碎片，雷决定铤而走险，试着进入他的身体。别人都是变大，只有他是变小。进入血管里，清除第一个碎片。雷的战衣出现了问题，出来之后想起了死去的妻子，失去了再次进入查亚拉身体的勇气。被老爷子一番鼓舞后，决定再次前往，因为查亚拉的命只有他能救。好在这次他没有退缩，成功清理掉了所有碎片。老爷子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。偷走车钥匙的冰火兄弟找到杰弗逊，怂恿他开逃生舱，带他们去中城偷东西。杰弗逊也挺想试一试飞船的性能，于是达成协议。他们要去的地方，斯纳特其实是想把宝石偷走送给他的父亲，这样他的父亲就不会因为偷宝石而进监狱，他们也不会因此走上这样的道路。至于怎么偷的，这里就不教大家了，怕大家学坏。斯纳特遇到了小时候的自己，说了一些只有大人才能听懂的话。小斯纳特似懂非懂，他的父亲出现，友好交谈之后，宝石交到了他的手里。斯纳特以为这样他就不会因此进监狱，心里得到了宽慰。基丁通过之前教授留下来的笔记推测出，萨维奇把财富放在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银行里。瑞普船长因为胡夫的死而感到自责，他不想再有人因此丧命，所以决定只身前往。Sarah 表示，既然我听见了，那我就要参与。你可以不带别人，但是必须带我。二人换好衣服，来到银行，借着存钱的名义来到 VIP 休息室。攀谈过后，大堂经理把他们的祖传宝贝放到了保险柜。瑞普趁机搜查关于萨维奇的资料，然而他们的身份早就败露。Sarah 用小李飞刀解决掉一个，打斗过程中因为复活的副作用，导致他变得嗜血，差点没收住手。把大堂经理带回飞船后，二人想从他嘴里套出些话来，不料想这大哥竟然说出了瑞普以前的事情。Sarah 这才知道，原来瑞普以前尝试过刺杀，眼看着大哥要把所有的事情全给抖了出来，瑞普一逼斗把他抡晕了过去。瑞普告诉他自己曾经有一次杀掉萨维奇的机会，但他犹豫了。Sarah 表示理解，因为杀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二人坦诚相待，不计前嫌，再次合作了一波。他们回到审讯室，询问他萨维奇资料中所指的容器在哪里。大堂经理抢答，告诉他在火山大楼。今晚那里有关于容器的发布会，而容器所指的正是胡夫王子的遗体。他只透露出这些信息，萨维奇想拿这个容器做什么，只有亲自前往才能知道了。瑞普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萨维奇亵渎胡夫王子的尸体，一激动又想独自跑去送人头，好在被 Sarah 拦住。这啥也都不能因为我，你以为你是个啥？瑞普一想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可是基丁告诉他，你的打手全都溜出去度假了。二人绑着大堂经理来到火山大楼。Sarah？成功潜入之后有点懵了，因为不知该从哪里下手，还是先侦查一下吧。一边跳舞一边观察四周情况。二人跟随雇佣兵来到了走廊尽头，一脑袋加一脚解决了这两个人。他们看到了胡夫的尸体，但同时也进入了提前为他们布置的圈套，来到萨维奇面前。萨维奇为他们解释，杀掉他不仅可以为自己带来永生，还可以为他的信徒们延年益寿，多活个几百年。信徒们排着队喝胡夫牌功能饮料。查亚拉突然反常起来，嘴里不断念动着和信徒们一样的咒语。他开始大声叫喊，告诉他们瑞普和 Sarah 也在那里，然后晕了过去。老爷子联系上了杰弗逊三人，通知他们前去营救。萨维奇好奇这货为什么一直追杀自己，从他的眼神中得知，原来自己杀了他的妻儿，不过是以后自己干的，这使他变得更兴奋。萨维奇告诉他，这里的人都以我为神，他们信仰着自己，并且誓死追随，而你只是个失败者，是体会不到这种感觉的。话音刚落，三人拿着摇钱函闯入，米克帮他们解开绳索，所有人参与到战斗当中。Sarah 掩护其余人抢胡夫遗体，瑞普负责单挑 BOSS， 着实有点过分。三两下制服了萨维奇之后，朝他近距离吐了口唾沫，说自己为米兰达和乔纳斯报仇。
萨维奇记住了这2个名字，告诉他自己会复原，然后崛起。我们下一次见。萨拉在不断发泄，这大哥看起来一点也不慌的样子。斯纳特查了一下关于他父亲的资料，曾经因为偷那块翡翠入狱，而这次是因为卖那块翡翠入狱，结果还是没有改变。为胡夫的遗体告别之后，基丁恩计算出了萨维奇即将出现的时间线，队员们准备好，飞船穿越到了80年代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